121章人类文明是亚文明。我已经把水源系统接入海洋了，水的问题不用再担心。安晨宇和赵主席谈起正事，他利用简化版的置换空间技术，将水源与太平洋海底相连，通过过滤装置实现与全球海洋互通。这样一来，水资源几乎等于无限，这是6级文明的技术。不过他做了大幅简化，能源系统更是采用了7级文明的连续核爆技术。以5级文明的计算机能维持20年已属不易，等到要爆炸时再想办法就是。这种连续核爆所产生的能量极度狂暴，几乎无法控制，属于武器系统的能源序列，因此最好不要直接吸收，若真的吸收，调控起来可能耗费数千万年。安晨宇可不想再陷入沉睡，基地里的士兵好像不多，都去哪了？安晨宇边逛主城边问。我派大部分士兵去开采矿产了，争取在有限时间内储备更多资源。我们现在的矿产储备太少，赵主席解释道。让他们回来吧，不用费力了，就算再采100年，那些矿石也都是废料，没有太大价值。地球上的优质矿石早就被人开采过了。安晨宇说道。好的，那就有更多人手去做别的事了。赵主席立刻去安排，既然是垃圾矿，再浪费精力毫无意义。罗蒙有些疑惑问，晨宇哥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南极和北极？若说去南美看玛雅文明遗迹还能理解，但去2极，他就不明白了。那2个地方很不寻常，下面一定存在某些特殊装置或基地，否则地球不会是现在的样子。如果没有这些设置，地球理应是一颗完整的水球，不可能形成大陆。安晨宇解释道，我真想去看看。那一定是高等文明遗留下的遗迹，罗蒙感叹。他一向对古文明充满兴趣，想去就去吧，这里不会出问题，放心好了。安晨宇知道他的心思，便直接应允。真的？可基地怎么办？还有这么多事务要处理。罗蒙仍有些犹豫。没关系，过几天我会制造几个思维互联的生化人，到时就能放心离开了。安晨宇淡然说道。思维互联，生化人，罗蒙更加听不懂了。通讯器里的其他人也听到对话，心知安晨宇又有新的行动。人类属于初级智慧生命，虽然大脑体积不小，但能量却十分有限，开放的区域更是少得可怜。当神经系统与身体能承受更多能量时，大脑的思维区域就能进一步开发。不仅计算机能联网，生物思维同样可以互联。所谓心灵感应，不过是最初级的思维联网罢了。真正的思维互联复杂得多，技术也高明得多。单一的个体无法真正进化，只有群体物种才具备进化的可能。当群体实现思维互联后，文明升级的速度会呈指数级提升，否则，若靠个体自我进化，宇宙中绝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高等文明。安晨宇一番长谈，也不知道众人能否真正听懂。人类现在还无法进行思维联网，原因有2个，第一，文明等级太低，第二，人类还停留在亚文明阶段。如果此时强行进行思维连接，整个人类都会因此消亡。安晨宇刚提起快速进化的可能，又立刻打破了众人的幻想。为什么？什么是亚文明阶段？罗蒙不解地追问。简单来说，人类文明至今还算不上真正的文明，人性中负面情绪太多，嫉妒、冲动、自卑、暴躁、攻击性愤怒都无法支撑群体整体的融合，文明需要向上进化。若此时联网，思维网络会被负面情绪摧毁。就像你们说的螃蟹理论，一只螃蟹放进桶里还能爬出去，但一群螃蟹放在一起谁都出不来，结果就是天才被聪明人拖下去，聪明人被普通人拖下去，普通人又被愚笨者拖下去，层层下拉，最终整个人类都会沦为白痴，文明也会彻底消亡。你们一直疑惑佛祖为何能舍身喂鹰，那是因为他们所属的文明等级极高，已经不会像低等文明一样互相争夺，他们的文明实现了共享、共存、共用，甚至能彼此间储存思维。只要文明不彻底毁灭，他们就能以思维延续存在，超越个体死亡的规则。他们是10级文明，早已突破生物个体死亡的宇宙法则，而人类至少要发展到8级文明，才具备进行思维联网的条件，这条路还很漫长。众人尚未回过神，安晨宇又继续说道，你们现在还在使用石油、煤炭等矿物能源，与古代人并没有太大区别。古代玛雅人会在一块土地耕种，直到养分枯竭，
再换新的土地，而你们如今挖掘石油、煤炭，用完一个地方就换另一个，直到资源枯竭，土地几十年还能恢复，但这些矿物需要几百万年积累，你们的文明支撑不了那么久，唯有掌握真正的能源，摆脱对星球矿物的依赖，才能迈入1级文明。听完安晨宇的解释，众人才明白为何人类至今达不到1级文明。答案很简单，他们仍被本星球最基础的能源束缚着，核爆技术根本不该在这个阶段出现。所以我怀疑你们的文明被改写过，古籍中也曾记载，这颗星球发生过核爆，这说明地球的文明史远不止你们所认知的那样，或许曾有文明遭遇重大变故，至于详情，还需要进一步考察。好了，先去制造几个思维联网的生化人吧，他们就像你们的局域网，单个体与生化人内置的初级人工智能相连，不会有问题，我们去15号生物实验室集合。说完，安晨宇径直朝15号实验室走去，众人也急忙跟上，他们想亲眼看看这种生化人到底多么先进。122张生化人。当众人抵达15号生物实验室时，安晨宇已经准备就绪。晨宇哥，你是不是能造出另一个我？罗蒙好奇地问。不，我不能复制一个你，那需要更高层次的生物技术。人类大脑中有大脑皮层，上面分布着约120亿个神经细胞，以及1000多亿个胶质细胞。大脑皮层是神经元最密集的区域。3级文明的生物技术可以通过特殊方法模拟培养出类似结构，我只需利用这些模拟物构建思维网络的神经通道，再配合初级人工智能系统，就能制造出生化人。然后我会为你开启思维连接区域，与生化人大脑形成主次神经对接，这样你就能用思想操控生化人，让它代替你完成任何事，就像一个可遥控的机器人，但比机器人好用几百倍。安晨宇一边解释，一边操作机器，很快便开始生化人的制造。好了，这里完成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旁边实验室。你们的大脑思维连接区还没打开，当初只改造了你们的身体，并未触及大脑，只有悠然他们3个人开启了思维连接区域，但数量太少，根本不足以操控生化人。安晨宇的话让罗蒙明白，接下来要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改造了。于是他跟着安晨宇进入了旁边的实验室，这次只有刘亚薇和罗蒙一同前来，其余人正忙着移民的事务，只有几个将军跟着过来看看，并没有太大参与度。虽然大家都能通过基地的通讯器观看，但很多人仍不习惯，更愿意亲眼见证。进入实验室后，他们看到几张特殊的座椅，每张座椅上方都有一个多层罩子，由支架悬挂，旁边还连接着平台控制器，你坐上去就行了。安晨宇指了指其中一个座位，罗蒙听话的坐了上去。安晨宇走到平台控制器前，操作了一下，罩子缓缓降下，将罗蒙的头部完全覆盖，连脖梗都看不到，罩子内闪烁出柔和的白光。5分钟后，光芒消散，罩子重新升起，罗蒙依旧坐在那里，睁着眼睛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。安晨宇打了个响指，罗蒙才清醒过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迷糊地问。没事，刚才只是让你暂时进入催眠状态，现在你的思维连接区域已经开启了 58%， 足够了。若再继续提升，大脑将承受不住，只要超过 30%， 就能操控简单的生化人。安晨宇解释道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刘亚薇，你要不要也开启思维连接区域？刘亚薇一句话没说，直接走过去坐下。几分钟后，他的大脑区域同样被激活。还记得最初在捕猎区时的那些装备吗？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思维频段联络器，你们现在都能使用了，带上它，无需开口说话，就能直接交换思维波段，交流速度远比语言快，就像心电感应，不过有效范围只有30公里。此外，这种仪器还能释放思维波，影响精神较弱的生物神经系统，还有一些附加功能，你们可以自己研究。安晨宇话音刚落，几个将军立刻坐不住了。安先生，我们也能开启思维连接区域吗？一位将军急切地问。可以坐上去就行。安晨宇点头，几位将军立刻依次就坐，又进行了一次大脑开发。他们打算等实验结束后，立刻去领取思维频段联络器，毕竟这种东西实在实用。两人无声交流，外人完全无法察觉，比任何保密手段都可靠。通过通讯器远程观摩的其他人
一个个更是心痒难耐，恨不得立刻赶来亲自体验。可惜事务繁忙，暂时脱不开身，只能留着遗憾。不过大家都清楚，以后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机会。几人完成大脑开发后，回到原先的实验室。此时，生化人已经制造完成。他的身体由仿生生物材料构成，外观与真实人类无异，内部并没有神经系统，而是由一系列微型能量通道支撑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具生化人几乎与罗蒙一模一样。在他接受改造时，安晨宇已将他的面部数据扫描入电脑。于是生化人被塑造成罗蒙的样貌，只是肤色更白，发色也略有差别。安晨宇递给罗蒙一个小小的金属壳子，戴上它。罗蒙接过来看了看，这哪像头盔，分明就是一个小巧的金属外壳。他将它扣在头上。片刻后，生化人睁开了眼睛。你好，我叫罗蒙。他开口说道，声音与罗蒙一模一样啊。生化人低头一看，猛地叫出声来，他还赤裸着。罗蒙看着身旁的自己，忍不住小声说道，可以让这个生化人做任何事。罗蒙急忙脱下外衣，递给他穿上。生化人接过衣服，动作和神态与罗蒙别无二致。一时间，实验室内仿佛出现了两个罗蒙，除了肤色、发色和衣着，几乎就像照镜子一样。众人都看傻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居然就制造出一个真人替身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没办法，众人只好转身离开实验室，给他们留些空间。片刻后，两个罗蒙并肩走了出来，几乎一模一样的外貌和气质，让人分不清谁是真谁是假。陈宇哥，这也太怪了吧！但是他的心里十分的不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123章再次回国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其实就是一个替代品罢了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可以把他的相貌改变成任何样子。安晨宇无所谓的看了看生化人，我看我还是修改一下他的相貌好了，不然我很不舒服。罗蒙坚定要修改生化人的相貌。好，你可以自己去实验室里修改，你的权限完全可以自己对生化人做任何调整。如果不懂，可以查里面的相关资料。安晨宇解释关于修改生化人的事情。罗蒙点了点头，和生化人一起去实验室了。10分钟过后，罗蒙和生化人回来了。现在生化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，一个很普通的女人。这让众人再一次体会到了这种科技改变容貌的效率与仿真度。这些生化人制造很简单，你们的权限都是2级，全都可以自己制造这些东西。至于那个大脑思维连接区域的开发，你们只要到这个实验室里的时候，通过通讯器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。安晨宇这句话是冲着通讯器里在别的地方无法回来的人说的。基地里的情况先这样，等移民之后再慢慢调整，不用太着急，我再做2个生化人。后天罗蒙、悠然、雅薇和我一起启程去南美。安晨宇说完便转身去继续制作生化人了。听完这句话，苏悠然和罗蒙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。大家也只能先这样，先把几年后的地球灾难搞清楚再说，否则连未来会发生什么都不清楚，更难应付。安晨宇完成2个生化人后，带着罗蒙、苏悠然和刘雅薇走出实验室。此时，赵主席和宋将军已经赶到，讨论随即进入紧张状态。他们开始研究基地的局部调整计划，哪些建筑要建，如何建造。赵主席他们拥有2级权限，可以自由指挥机器人建设各种设施，同时还讨论了休息园区是否开放捕猎园区，是否对外参观等琐碎事项。安晨宇基本不参与，只偶尔点拨几句。他明白，这毕竟是人类的文明，真正的进步必须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，他不可能像保姆一样事事照看，只要保证大方向正确，不让文明偏离到毁灭性的歧路就够了。赵主席和几位将军也清楚这个道理。当初建造基地的高等文明，虽然传授了很多先进科技，却最终抛弃了基地，显然是文明本身出现了严重问题。这无疑是一个警钟，即便是科技远超地球的文明，也可能遭遇无法预料的灾难，而现在的人类连1级文明都未达到，更需要谨慎努力。因此，今后的规划必须以人类整体文明的进化为核心，所有阻碍文明发展的个体一律剔除绝，不能让自私行为拖慢整个人类的发展步伐。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铁血法律的制定，让那些游手好闲或专门捣乱的人无法再随意影响文明进程。终于，苏悠然盼星星盼月亮般迎来了出发的日子。清晨8点，手表显示地下基地内的时间。
但天上只有一个发光的圆球，无法分辨白天黑夜。安晨宇带着罗蒙、苏悠然、刘亚威以及3个生化人，驾驶2艘小型飞行器出发。当飞行器被传送到地面时，苏悠然和罗蒙惊呼起来，他们已经几个月没见过太阳了。此刻，太阳正在缓缓升起，基地周围，中型陆地飞行器不停传送物资。安晨宇带着罗蒙他们乘坐一艘飞行器，3个生化人坐另一艘。苏悠然这次没有抢飞行器，而是选择和安晨宇他们一起，他不想和非人类同飞。晨宇哥，反正也不着急，我们先回中国看看吧。罗蒙望着广袤沙漠提出建议。对啊，我已经1年没回去了。苏悠然附和。刘亚威倒无所谓，这1年他都在上海指挥移民工作。安晨宇没有回应，驾驶飞行器朝中国方向高速飞行。另一艘飞船尾随，进入中国境内后，飞行器降到100米高空。眼下的景象让人震惊，城市不再熙熙攘攘，除了30个主要移民城市，其余城市几乎空无一人。街道上只有零星行人，停着的汽车到处散落，街上的玻璃大多破碎，狼藉一片。眼下的景象，仿佛地球正站在末日的边缘，无数军车在城市与村庄间穿梭，把等待转移的人口运往30个主要移民城市。靠近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，更是聚集了成千上万等待转移的人，他们背着大包小包，来自各地，有中国人、外国人、黑人、白人，每个人都焦急而紧张。30座主要移民城市更是人山人海，望着城市中如下饺子般涌动的人群，罗蒙和苏悠然心中一阵悸动，而刘亚威已经习惯了这种场景，眼神中透着一丝麻木。这些人都要转移，着什么急？明明还有几年。苏悠然一边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，一边感叹人类的求生本能，他们只是想越早越安全。刘亚威解释，地球上人口超过60亿，没人想被留下，人在生死关头，总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忍耐力。这些人几个月没洗澡，食物也很差，每天靠无数小型飞行器空投食品和水度日。124章光临南美。其实我这1年也几乎是这样过来的。罗蒙默默点头，没有多言，看着眼下焦急等待的人群，他心里一阵难受。如果转移失败，多少无辜生命将被抹杀。人类文明最重视情感，幸好时间充裕，否则他无法保持这份平静。每艘飞船每次装载早就超过1万人，每次下船的人都需要毛巾、衣物、食品、水等物资，要不是基地里有先进设备和几乎无限的能源支撑，早就撑不住了。罗蒙继续说道，楼都建好了，机器人在工厂里日夜不停生产日常用品，这移民工程实在庞大，有时都让人难以置信。苏悠然没有回应，他这几个月被抓回实验室指挥科学家研究新产品，实际参与不多。这时，通讯器里传来刘将军焦急的声音，安先生，好像出了一点问题，30艘中型飞行器，有的速度越来越慢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频繁使用飞行器造成的后果。安晨宇淡淡回应，没关系，查看说明，把大型能源接收器全部更换就好，换下来的可以送去机械部维修。连续使用1年的能源接收器虽然寿命有限，但能承受如此庞大的能量，证明这些科技装备确实可靠。宋将军那边也遇到同样问题，立刻更换了大型能源接收器。他看到储备室少了50个能源接收器，回想起女儿宋巧兰当初去抓苏悠然时带回的那些椭圆形设备，意识到那就是大型能源接收器，立即命令士兵将储备物品补齐。他暗自决定，等苏悠然回来，要好好教育他一番。其实，苏悠然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接收器，他只是计划在捕猎区建造一个超级大型别墅，估计完成后占地能覆盖100平方公里捕猎区的一半。只是想法美好，尚未实施，就被母亲抓回实验室。安晨宇带着刘亚威几人飞遍中国国内，看到的人群仍在源源不断涌入移民城市，移民行动持续进行，场面忙碌而有序。30艘中型飞行器不停搬运人口，几百艘小型飞行器忙碌于运送文物、抓捕动物，甚至搬运树木。地面上，士兵们忙碌地挖掘各种植物，果树、茶树、花卉应有尽有。挖好的植物被搬上飞行器，一幅忙碌而壮观的景象映入眼帘。下午，
2艘飞行器离开中国，朝南美方向飞去。罗蒙曾多次来到南美，暑假还在这里停留过2个月，所以对地形颇为熟悉。在地图和他的指引下，他们很快找到了玛雅金字塔遗址，几人下了飞行器，站在金字塔前。这个金字塔怎么这么小，也不漂亮？果然是土著人的文化，刘亚薇不以为意地说道。对这里没什么兴趣，其他人没有回应，径直走进金字塔内部。安晨宇仔细检查这些文明遗迹，发现虽然存在高等文明痕迹，但极其稀少。这个金字塔本身并非高等文明建造，只是使用了少量简化科技。看来这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了。他拿出能量探测器，开始扫描周围的能量波动。罗蒙等人则边观赏边评论，但苏悠然和刘亚薇对这些破旧的石头显然毫无兴趣。2个小时后，安晨宇得出了结论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个远古建筑遗迹，夹杂了极少量高等文明系统，由人类建造，可能是某种生物指挥人类完成的。至于预言，太阳系正穿过银河系核心发出的射线，横截面长达5125地球年。2012年正是这束射线影响地球的最后一年，地球的磁极会剧烈变化，还会伴随可怕的灾难。线索只能在南北极找到，走吧，我们去北极。安晨宇说完，便回到飞行器上。听到这句话，罗蒙略显失落。暑假在这里度过2个月的他，原以为会有收获，没想到一无所获。他留恋地看了最后一眼金字塔，缓步走上飞行器。其他人早已就位，飞行器升空，直奔北极。地面上的土著人抬头望着天上的飞行器，心中猜测这或许是新款飞机。移民计划已向全球公开，飞行器无需隐形，再加上天上卫星无法扫描，他们只能用肉眼看到。125章到达北极。抵达北极上空时，他们发现已有基地的飞行器在运作。科学家、动物学家和士兵正在捕捉北极熊、海豹、海狮等动物。苏悠然兴奋地吵着要下去帮忙。安晨宇给了他一个背包，打开了飞行器舱门。背包里是捕猎区用品。尽管苏悠然的身体适应能力远超常人，但北极的寒冷依然让他感到凉意。穿上软盔甲、裤子，戴好手套和头盔，将高温光束枪固定在腿上。他背上背包，驾驶小型漂浮器缓缓下降。地面的人们看到天上飞行器，认出是基地的设备，心中疑惑，还有新的动物救援组来北极吗？20艘小型飞行器已在北极各区域作业，彼此仅在返回基地时才会会合。怎么会有一艘飞行器出现？飞行器飞过，众人看清，降落的竟是一位年轻少女。士兵们发现她穿着将军制服，立刻立正敬礼，齐声喊道：“首长好！”其他人看见少女的军服，也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：“将军好！”众人心里充满疑惑，他们从未见过这位年轻的上将。基地里确实有几位年轻上将首长，但大家似乎都不清楚苏悠然这个名字。他不是在外面玩耍，就是待在实验室，根本不是这些士兵或不够资历的科学家能见到的人。有人猜测，也许是哪个上将的孙女，穿着爷爷的军服跑出来了吧。随即有人查询了手中的微型计算机，翻看长官列表，很快找到了苏悠然的资料、照片、职务、军衔，一应俱全，这才确认这位确实是上将，还是科学家的最高领导之一，疑虑消除了。但新的疑问随之而来，一位如此忙碌的科学家上将，怎么会亲自来到北极？然而接下来的场景给了他们答案，也让他们有些目瞪口呆。苏悠然根本不是来执行任务的，他是来陪动物玩的。嗨，大家好，你们在抓北极熊和海豹吧？我来帮忙了。他说完，从背包里拿出可以在水中呼吸的面罩，戴上后便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，开始他的帮忙大计。飞行器上，安晨宇注视着控制台上方漂浮的3维虚拟地球，整颗地球的地形被精确模拟，赤道与南北极的位置清晰可见。一个小亮点正迅速靠近北极的终点，那就是他们的飞船。1分钟后，亮点停在北极上空，到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安晨宇说道，同时分发背包给刘亚薇和罗蒙，他自己两手空空，能量已经完全调节好，现在这种环境对他毫无威胁。刘亚薇和罗蒙穿上装备，飞船缓缓降落，走出舱门。扑面而来的寒风被软盔甲自动生成的能量罩隔绝，而安晨宇能清楚感受到寒风的温度。
却毫无感觉，他的身体已完全转化为能量形态。另一艘飞船上的3个生化人也穿着同样的装备，他们的身体由仿真材料构成，低温可能会损坏这些材料，因此装备至关重要。安晨宇拿出平板仪器，开始探测周围能量。虽然基地通讯器也有探测功能，但南北极下方的具体情况仍不得而知。若存在高等级病毒或保护装置，超过5级文明的设施可能摧毁主控电脑，甚至危及整个地下基地，因此还是谨慎为好。刘亚威和罗蒙站在冰山旁，四周尽是冰雪，他们从未亲历如此寒冷之地，心中暗自幻想夜晚能否看到美丽的极光。安晨宇测量一阵后，看向地面与天空，决定先进去探查，这里确实有问题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去？进哪去？这里全是冰山，我连个冰洞都没看到。刘亚威疑惑地问，罗蒙也一脸困惑，盯着安晨宇等待答案。安晨宇指向地面，下面有东西，随即转身向前，仿佛在引领大家前行。刘亚威摇头低语，这里冻了几万年，冰层厚得无法穿透，我们不可能下去。话未说完，眼前景象让他们惊呆了。地面上方5米处，一圈圈螺旋彩色光晕缓缓升起，光带扩散成直径约5米的光圈，维持3米高后消失。罗蒙与刘亚威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？走吧，去下面看看能找到什么。安晨宇缓步走入光圈，两人被他的声音唤醒，也跟上前去。3个生化人随后进入光圈，随着6人进入，安晨宇眼神一亮，为刘亚威和罗蒙生成了青黄色保护光圈，未知之下，谨慎为上。随后6人闪现消失，光圈随之淡去。126张罗兹人的基地，罗蒙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随后一片昏暗，眼前景象骤然变化，不再是冰冷的冰山，而是一座金属打造的大厅，大厅高约5米，四周空旷，仅有一张由同样金属制成的桌子，桌面空无一物。正前方，一扇3米高的门敞开着，四周墙壁只散发微弱光芒，从刚才刺眼的冰雪光骤然切换到这幽暗之地。罗蒙的眼睛有些不适应，他揉了揉眼睛，闭上10秒，再睁开视线才逐渐清晰。陈宇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刘亚威转头环视四周，低声问。不知道，进去就知道了。安晨宇率先踏出脚下的金属大圆圈，显然这是送他们进来的平台。陈宇哥，我们是怎么进来的？空间传送吗？罗蒙疑惑地问。你们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空间传送，这里用的是空间位面置换技术。安晨宇边说边走出门，就像你把左手的苹果和右手的苹果互换，这里是置换定位的空间，把我们和这里的空间互换而已。这是5级文明的技术。刘亚威和罗蒙紧随其后，但身后的3个生化人却没有动。罗蒙回头一看，愕然发现他们并未跟上。门外景象更壮观，眼前是一片广阔的广场，地面密布由特殊金属制成的 U 型管，每根管子粗如1人，甚至2人高，每根 U 型管上套着圆环状 O 型圈，将管子彼此连接。陈宇哥，这些是什么？刘亚威跟着走，惊讶地问。特殊的能量接收器，可以吸收多种能量并进行转换，非常危险。安晨宇神情平静，如果失控，整个地球都有可能被炸碎。这是7级文明的能量转换技术，需要强大计算机辅助才能安全运作。听到这些，刘亚威和罗蒙不由心生寒意，这些东西比原子弹危险无数倍，竟隐藏在南极地下，随时可能毁灭人类。安晨宇，为什么那3个生化人没跟上？罗蒙疑惑地问。已经报废了，以后不能再用。安晨宇开始使用仪器测量这里的能量。啊，都报废了？为什么？刘亚威惊呼，罗蒙也愣住。这里布满强烈而不稳定的电磁波，低级计算机无法承受那些生化人的思维模拟系统立刻崩溃。安晨宇眉头紧锁，幸好我在你们身上加了保护，否则你们也会像他们一样。两人听得浑身发抖，暗自抓紧了安晨宇。继续前行半小时，他们来到尽头，一座环形金属宫殿矗立眼前，宫殿上空浮现3维字幕，闪烁半分钟后消失。刘亚威和罗蒙看不懂，只能等待安晨宇解释。他神色凝重，没多言，径直进入宫殿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明白这里有麻烦，也跟了上去。进入宫殿，经过几个能量罩后，大厅变得漆黑，黑暗中，虚拟星团、星云、光带闪现，仿佛他们身处宇宙之中。
虚拟星球穿过他们的身体，如梦如幻，无法触碰，却栩栩如生。罗蒙和刘亚威虽然见过三维模拟技术，但这还是首次置身如此宏大的虚拟宇宙。安晨宇伸手抓向中间恒星，光团缓缓飘到他手中，眼睛闪着光，恒星光团亮了几分钟后恢复原状。罗蒙和刘亚威习惯性闭上防护镜，才重新睁开眼。晨宇哥，这些是什么？宇宙模拟？罗蒙忍不住问。这是计算机。安晨宇仍闭着眼思索。计算机？罗蒙吃惊，这种星云宇宙图像竟然是计算机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是9级文明罗兹人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。安晨宇解释，采用次元式流水加密，无法解密，除非用超越其连接能量1000万倍的能量暴力破解。现在这台计算机与地球本身能量相连，并已加密，所以我们无法改动。他睁开眼，眉头紧锁，显然这是一个让他头疼的问题。127章，孙小敏溜了。啊，和这个地球相连？罗蒙惊讶地看着安晨宇。你的意思是要解开这种密码，得用超过地球总能量的1000万倍能量？天啊，那是多么庞大的能量，连天都难以想象。没错，安晨宇点头，所以根本没人会去破解它，这也就形成了潜规则高等文明都称这种计算机为无法破解的计算机，谁遇到谁都会避开。原来如此，罗蒙屏住呼吸，仿佛心跳都慢了下来。这也是罗兹人占领星球的武器。安晨宇继续解释，他们是9级文明，再加上这种加密计算机，已经占领了无数星球，建立了庞大的机械帝国，几乎完全依靠机械运作。安晨宇刚才在外面看到虚拟3维文字时，就有不好的预感，担心这里已经被罗兹人的计算机控制。进来后，看到眼前的虚拟宇宙景象，他确认了这个可怕事实，计算机已经被加密，地球无可挽救。沉默片刻，他下定决心抛弃地球。走，带你们看看罗兹人的科技，安晨宇说道。既然地球已经无望，不如看看这些顶级文明的成果。罗蒙和刘亚威满是好奇，跟随安晨宇走到那颗虚拟恒星旁，恒星一亮，他们瞬间消失。刘亚威再次睁眼时，发现自己站在一架小型镂空飞行器上，飞行器悬浮在空中，四周是一个庞大的空间，无边无际，脚下是一片银色巨型平台，大小无法估量，平台边缘完全不可见。罗蒙也同样被眼前景象震撼，心中疑惑，我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？这就是他们的能量储备器。安晨宇指着下方的银色平台，这根大柱子直接连接地心，供整个地球能源系统使用，同时和上面的计算机连接。这是柱子。罗蒙难以置信地指着下面的平台。没错，安晨宇笑了笑，够粗吧？所以破解他们的加密系统极其困难，地球无法使用。人类必须在20年内离开地球，否则文明将陷入危险。说完，他驾驶飞行器带着2人巡视，飞了几个小时，直到平台边缘显现，环绕一圈后，罗蒙和刘亚威终于彻底明白，这根柱子之巨大，远超想象。好了，走吧，估计悠然也玩够了。安晨宇说着，白光一闪，他们又回到布满星空的大厅。3人顺着原路返回传送源台，3个生化人依旧纹丝不动，仿佛雕塑。彩色圆圈升起，一会儿后，安晨宇与2人消失，3个生化人也随之消失。晨宇哥，这3个生化人怎么办？罗蒙看着身旁的尸体，焦急地问。扔了没用了，修不回来了。安晨宇干脆回答，随后登上飞行器。罗蒙看了最后一眼与自己相似的生化人，又跟刘亚威登上飞行器，飞行器升空，只留下3个远远看似人类的生化人，其他一切如初。悠然，我们回去，你跟吗？安晨宇通过通讯询问。回去？现在？难道要回基地？苏悠然的声音带着调皮。现在回基地，还有事情要做。安晨宇回答的干脆明了。那你们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做完再回来。苏悠然说完，关闭了通讯器。安晨宇没有多言，驾驶飞行器返回基地。罗蒙和刘亚威心中同时哀嚎，完了，放走苏悠然了，这下几年都别想再见他了。放虎归山啊，他自由了，我们还得忙碌，命苦。4人加3个生化人出发，回来只剩3人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等大家得知只是苏悠然出去玩了，心里都开始咬牙切齿，连赵主席都暗暗咬牙。
尤其宋将军最严重。本想借此机会教训苏悠然，那50个大型能源接收器的事，没想到他提前溜了，只能无奈继续工作。安晨宇打开基地专用通讯频道，只有将军级别可以进入，被加密保护。其他将军收到信号立刻加入。苏悠然早被抛弃，无人指望他开通讯器。移民进展如何？安晨宇率先问。128章2012年的灾难。赵主席汇报了移民进展，基本稳定了。住房问题已解决，不仅够用，还多出不少，可见更多设施。其他问题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小组。食物供应问题也解决了，50栋200层的大楼内，蔬菜、大米、水果的生产线已经完成，可以完全供应60亿人口，肉类也在逐步跟上，预计6个月内就能满足需求。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基因已经改良，生长速度大幅提高，且对人体无害。日常用品也在机器人持续生产下开始供应。至于医疗设备和机器人数量还不够，若能增加机器人，医疗设施和其他设置能更快完善。我们还加入了一种特殊酶，能改善人体素质，效果逐步显现。其他人有何补充？安晨宇的目光扫过与会者，继续问道。我负责主城的交通，中型漂浮器的线路在逐步建立，交通效率远超地面系统。刘将军简短报告了进展，虽然漂浮器数量还不够，但有了飞行能力。我负责学校问题，传统教育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，我们正在研究新的教育模式。宋将军也加入了讨论，每位将军轮流汇报自己负责的任务，涵盖了从基础设施到人员管理的各个领域。随着每个人的发言，会议的气氛逐渐紧张，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安晨宇将要讨论的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，地球的未来。安晨宇微微点头，宣布大家都很辛苦，移民进展顺利。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顺便提振一下士气。刚听到好消息几个字，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然而随即又感到一阵紧张。难道安晨宇后面会说坏消息？每次他的一番话总能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。好消息是，地球不会爆炸。安晨宇轻描淡写的说道，地球依然会存在灾难，不会导致地球的毁灭，人类文明会继续生存下去，地球不会爆炸。大家愣住了，原本期待的好消息竟然只是这么简单，这听上去反而像是理所当然，几乎没有震撼力。但现在要说坏消息了。安晨宇的语气一转，众人心跳骤停，紧张感瞬间上升。在北极地下，我发现了另一个文明的遗迹，罗兹人的文明，9级机械文明。安晨宇冷静地继续道，他们的计算机系统早在数万年前就被移植到地球，这意味着地球曾被他们的科技控制。南极很可能也有类似情况。所有人的眼睛一亮，却又充满疑惑。罗兹人占领了无数星球，地球也早在数万年前成为他们的控制对象。他们通过高度发达的机械文明改造了地球的生态，才有了现在的冰川。如果没有这些改变，地球将会是完全的海洋，智慧生命甚至人类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颗星球上。安晨宇顿了顿，看着众人，接着说道，几年的灾难是由大星系的波段引起的。玛雅人曾预言过，2012年12月太阳将不会再升起。瞬间，会议室内的空气凝固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玛雅历的预言仿佛在这一刻变得真实。安晨宇继续道，这些波段将会对地球产生巨大影响。罗兹人的遗迹正在慢慢觉醒，地球的命运将因这股力量的觉醒而面临新的挑战。刘亚威和罗蒙对视一眼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原来，地球并非单纯的自然灾难，而是与外星文明的介入息息相关。几千年的历史和玛雅的预言，似乎正在向他们证明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：人类的命运早已被其他文明所主宰。其实意思很简单，也就是地球到那时会停止转动。由于太阳系在2012年会走出银河系的一个波段带，所以就会造成地球停转，而后果就是太阳辐射会直接照耀到地球上，宇宙射线也会直接射到地球上，到时候地球将不再有磁场的保护，而罗兹人的机器不但会停转，还会发射出一种特殊的电磁波段和能量波段。这种电磁波段和能量波段会袭击所有带有思维的动物和机器，让所有的动物和机器全部死亡。地球上的南极和北极也会全部融化，地球将会变成一片汪洋，不会再有陆地。由于罗兹人基地里控制系统的停转，
和罗兹人能量储备器的干扰，天气会越来越冷，气压也会变低，地球将会形成新的冰河世纪，整个水球将会变成冰球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不会永远如此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地球将进入新的波段带，逐渐恢复转动，气温回升。南北极在罗兹人基地计算机重新启动的作用下，将再次恢复冰川状态，届时陆地也将重新显现。不过这个过程会很久，相信你们人类是无法等几万年的。等安晨宇说完这些话后，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开骂了。这个坏消息比那个好消息简直要糟糕10000倍，这简直就是没听到好消息，只听到坏消息了。看来下次还是先选择坏消息好一些。众人现在已经明白了2012年会发生什么，地球停转，南北极融化，整个地球被汪洋覆盖，随后汪洋会变成寒冰，地球上到处都是冰，经过数万年，地球上才会再次出现陆地、生命和希望。不过这个过程太漫长，以人类现有的科技，确实会在这次变化中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人能在这种灾难中存活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，这座基地属于天狼星座文明，其文明水平还不到3级，虽然里面有一些混乱、跳跃式的科技，但最高也只达到5、6级，不可能抵挡住罗兹人机器发出的电磁波段和能量波段。如果不建防护罩，基地中的人仍会全部死亡，这就是坏消息。安晨宇的话让众人无比沮丧，既然最终都要死，那么忙于移民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已经想到了办法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也要开始行动了。罗兹人在南北极的地下基地使用了很多特殊能量接收器，只要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到这个基地，就能阻挡那些机器发出的电磁波和能量波。那些波段只会发射一次，一旦抵挡住，基地就彻底安全了。安晨宇说完这句话，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所有难题都解决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工作开始，移民继续移民，安排继续安排。安晨宇也开始大量制作机器人，他需要这些机器人完成各种任务。工厂那边也需要不同类型的机器人，虽然有些机器人进入工厂后会报废，但他已经有了应对办法。129章炮轰秦始皇陵，大家都在紧张忙碌着。几天后，去北极的动物拯救组从北极归来，不过回来时有些拥挤，本来出发时是20艘飞行器，回来的时候只剩19艘，其中1艘被苏悠然抢走，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，他们只好挤一挤。宋将军听到消息后用力摔了一只杯子，不过这是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杯子，除了地上洒了很多茶水，杯子本身毫发无损。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似乎毫不在意，他们早就料到这样的结果，要是苏悠然顺利跟着动物学家回来，那才是怪事呢。现在大家心里都把苏悠然或安晨宇列为同一级别的人怪物。机械实验室每天都生产大量机器人，不断储备，同时也有一小部分送往生产工厂工作。随着机器人数量增加，各种医疗设备也越来越多，系统越来越完善，基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一切的发展都超出了原先规划，和谐有序，相信不久之后，人类就能重新适应环境，开始新的生活，文明也将从新的起点出发，向更高等级的文明迈进。这个基地将是人类迈向宇宙的第一个真正希望和保障。轰轰轰！西安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，南依层峦叠嶂的骊山林木葱郁，北临逶迤曲转的渭水，如银蛇横卧。高大的峰冢巍然耸立，与骊山浑然一体，景色优美，环境独特。然而，此刻这里正发生剧烈爆炸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大城市，希望早点移民逃生。按理说这里应该人迹罕至，谁还会来山里观赏风景呢？的确，这里无人烟，只是几十米高空中，一艘飞行器停在那里，不停轰击地面上超级陵墓的入口。大家可能已经猜到骊山陵墓，那么这里唯一的超级陵墓当然就是秦始皇陵。这座陵墓不仅让中国人惊叹，也让外国人心生好奇。从古至今流传了无数神话和传说，真假难辨。但或许这个谜题很快就将被揭开，由谁来解开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逃跑天才苏悠然正驾驶抢来的飞行器，不断轰击地面入口。这艘飞行器配备了先进的粒子分解光束枪和高温光束粒子枪，原本它完全可以用这些武器直接把石头和泥土化为虚无，打开一个大洞直接进入，但它却没有这么做。它不断轰炸下面的入口，
壮观的爆炸场面宛如电影大片，平时闲暇时他就喜欢看电影，而今天终于能亲身体验。此刻基地早已空无一人，全都去移民逃命，他正好可以悠闲的自拍，拍摄自己的电影，并将镜头录制下来，打算发布成一部作品，让别人也能看到这壮观的场面。估计那些研究秦始皇陵一辈子的考古学家，如果知道现在的情况，恐怕会冲过来掐死他。这简直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糟蹋与侮辱。不过苏悠然毫不在意，他只相信科技文化，文化能比得上我的科技吗？你建造了那么久的老窝，还不是被我几下轰没了？苏悠然以前也看过几部关于秦始皇的电影，读过一些相关书籍，曾经对秦始皇好奇，但很快就忘了这回事。昨天，他突然坐着飞行器游历西安古都，正在思索这里哪里好玩，没想到会遇上如此刺激的场景，突然的灵光一闪，就想到了秦始皇的陵墓好像在这里，马上调出了秦始皇陵的资料。今天便上演了这样一场戏，炮轰秦始皇陵。半个小时后，苏悠然觉得爆炸场面拍摄的够了，就停了下来，用粒子分解光束枪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洞口，驾驶着飞行器飞了进去。这种恐怖的粒子分解光束枪是5级文明的一种可怕的武器，虽然装在飞行器上，但是很隐蔽，而且只有2级权限的人才可以打开和使用这类飞行器。2级权限以下的人甚至不知道飞行器上装备了这种恐怖的武器。而超级玩家苏悠然当然对这些了如指掌，他一边驾驶飞行器深入，一边到处发射光束枪，把地下空间打得千疮百孔，即便塌了，他也不怕砸下来的石头都能被他轰成粉末。终于，他到达了最核心的区域，路上不知遇到多少机关伏击，但飞行器毫发无损。科技差距实在太大了，苏悠然看到了宽广的大殿，地面铺满了兵马俑，四周摆放着古代的铜车、铜兵器等古董，地面上布满小渠道，看起来好像是传说中流动水银的机关。不过苏悠然并不笨，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假货。想骗别人可以，但想骗他可不行。他已经见识过太多高科技，从2级文明到5级文明的技术几乎都看过。在实验室苦力的这些日子，他已经发现了一些异常。地下的水银应该从哪来？这些动力系统是如何设计的？为什么建造皇陵的人全都被埋葬？这里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苏悠然连地面都没降落，直接对存放秦始皇棺材的大殿开炮。他早就判断这里不过是虚惊一场，没必要浪费时间探索，几炮轰下去，大殿轰塌。他全程录制了下来，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。毕竟秦始皇是第一个建造这座陵墓的人，而他则是第一个将其轰毁的人，都是第一嘛。他暗自得意，心想日后世人一定会记住他的壮举。大殿倒塌后并未静止，而是慢慢向中心塌陷。过了一会儿，中心位置出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大洞口。苏悠然一看洞口，知道下面肯定藏着真正的东西。他打开通讯器的特殊频道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陈宇哥，我又找到好东西了，过来看看啊！”安晨宇的通讯里传出了他这充满兴奋的声音：“130张经验子。哦，你在秦始皇陵，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。”安晨宇通过通讯器的定位系统已经锁定了苏悠然的位置，他拥有1级权限，即使通讯器被加密，只要还在地球上，也能瞬间找到目标。苏悠然刚听完话，那边突然有动静，嗖嗖嗖，无数金色燕子大小的东西从刚才露出的洞里飞了出来，啪啪啪。飞行器虽有防护罩，但数量太多，源源不断涌过来。苏悠然开了几炮，打落了不少，却仍有许多在飞。3维成像系统显示，这些金色燕子显然不是生物，可能是机械，也可能是生化动物。总之，速度极快，带着强烈攻击性。哪来这么多讨厌的燕子？一个埋死人地方设置这么多机关干嘛？苏悠然自言自语。开始他还觉得有趣，但金燕子不断涌出，很快就让他烦了。于是他发狠启动了高微电磁波脉冲辐射武器，飞行器上的2种5级文明武器之一。这种武器可以瞬间摧毁低级计算机和机械系统，比粒子分解光束枪更可怕。天上的金燕子噼里啪啦掉落，洞口里还没出来的也纷纷坠下，不知还有多少存活。苏悠然看着逐渐停止飞行的燕子，得意的嘀咕：修建这么大的陵墓，还带这种高科技机关，这秦始皇到底是什么等级文明的生物？怎么会跑到地球上来做皇帝？他暂时停了下来，心想这里文明等级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范围，还是等陈宇哥来了再行动更稳妥。
毕竟他的见识有限，连地球都没真正走出去，又能看到多少呢？没多久，安晨宇赶到，他看到地上满地坠落的金燕子，立刻明白这是苏悠然干的。原本他也打算稍后再来秦始皇陵，但眼前的场景让他震惊。安晨宇观察秦始皇陵的历史与布局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推动文明进程速度之快远超常理，从兴修水利、奖励耕织，到歼灭六国，建立中央集权，再到制定郡县制度，统一法律，以及统一长度、重量和容量标准，统一货币和文字，抗击匈奴，征伐南越，修建长城和灵渠，所有这些如果按照正常进程，应是渐进试验，积累多年才可能完成。但秦始皇在几十年间几乎全部实现，这显然超出了人类的常规能力。结合焚书坑儒、长生不老药的痴迷，以及陵墓建设的异常，安晨宇判断，秦始皇很可能不是人类，他掌握的科技至少达到了3级文明，而这些科技不可能在那个时代自然出现。你用了电磁波脉冲武器？安晨宇问了一句。是啊，这些燕子太烦人了，用别的武器根本无法一次性消灭。苏悠然有些生气，心里抱怨着这些机械燕子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攻击他，却没去想自己事先闯入了别人的陵墓。我们下去看看吧。安晨宇说完，便从飞行器里乘坐小型漂浮器下来，洞口不大，如果直接开飞行器进去，还得用武器扩大口子，现在根本无法预测里面有什么。如果贸然攻击，一旦里面的武器文明等级超过4级，半个中国都可能被毁掉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先下去探查。地上的燕子已经是3级文明的作品了。苏悠然也跟着安晨宇进去，他顿时无所畏惧。他相信12级文明的安晨宇在宇宙任何地方都能保证他的安全，每次靠近他都能肆无忌惮的玩耍。刚才之所以一直等他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否则他早就自己下去了。